熊妈妈试图救出被深深埋在雪下的幼崽。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行动震惊了全世界。突如其来的隆隆声震撼了广袤的北极冰原。对于像熊妈妈这样的北极熊来说，每天穿越这片不断变化的危险栖息地都是一场考验。最近，它刚刚生下了一只眼神明亮、充满活力的小幼崽。母子俩在冰雪覆盖的山脉中觅食时，突然传来的可怕声响让熊妈妈警觉起来，恐惧涌上心头。她立即咆哮，示意幼崽靠近自己，但吓坏了的幼崽却慌不择路，朝相反的方向奔逃。在熊妈妈赶到之前，一大块雪和冰松动了，滚下山去，将它也卷了进去。熊妈妈惊恐地看着它的幼崽在雪崩中消失，她立刻冲上前去，沿着雪堆疯狂挖掘。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幼崽依旧踪影全无。作为母亲，她的生命目标就是保护幼崽的安全，但现在幼崽被埋得太深，令她无从施救。接下来的场景震惊了所有人。熊妈妈并不知道，来自附近北极前哨站的一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关于山上积雪的实地研究。领先的海洋生物学家艾玛·卡特博士和他的助手马蒂·汤普森正在收集关于雪的稳定性的数据。突然，一声远处痛苦的咆哮穿透了清冷的空气，打断了他们的工作。那是一只熊，艾玛说，声音中带着担忧，听起来它处于困境。他们小心翼翼地跟随声音。当他们越过一个雪覆盖的山脊时，他们看见了它，一只庞大的北极熊正疯狂地在雪中挖掘，绝望地咆哮。幼崽的身影不见了，但被搅动的雪堆显示它被困在了下面。艾玛和马蒂交换了担忧的眼神。熊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它来回踱步、咆哮，并用爪子挠雪，每一个动作都反映出它的绝望与焦虑。研究人员知道他们必须迅速行动，但接近一只激动的母熊无疑是极其危险的。我们需要帮助，但必须非常小心，艾玛说，拿出无线电。我正在向野生动物服务部门呼叫增援，我们不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当艾玛将他们的位置和情况传达给野生动物服务部门时，马蒂紧紧盯着熊，准备在他把注意力转向他们时做出反应。野生动物服务部门正在赶来。艾玛一边把无线电放回口袋里，一边说，他们会带来麻醉剂和更多的救援设备，我们只需要保持他的冷静，直到他们到达。艾玛和马蒂开始缓慢撤退，试图在不引起熊注意的情况下与熊拉开距离。他们每一步都小心谨慎，动作刻意缓慢，以避免激怒这只激动的动物。雪在他们的靴子下轻轻发出嘎吱声，这是唯一的声音，在紧张的沉默中显得格外明显。熊的激动显而易见，它的咆哮在雪地中回荡，并在树木间反射。它竖起后腿，成为白色背景下的高大身影，用充满恐惧和保护欲的眼神扫视周围。片刻间，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人类身上，他那深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和攻击性。马蒂的呼吸在喉咙中滞住了，心脏在胸腔中狂跳。艾玛，他正直视着我们，他说，声音几乎是耳语，保持冷静，不要做出任何突然的动作。艾玛低声回应，她的声音平稳，但带着一丝恐惧。紧急情况，她只是保护她的幼崽。艾玛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熊的保护本能与它们自身的安全需求之间的脆弱平衡。他知道任何突然的动作都可能引发熊的防御性攻击，将已经危险的局面变成潜在的致命情况。熊重新四脚着地，它那庞大的爪子陷入雪中，
他发出另一声咆哮，更多的是一种挫败感的呼喊，而非威胁。然后继续疯狂地挖掘。他对找到幼崽的渴望在每一个动作中都显而易见。他强壮的爪子每次挥动都将雪抛起。马蒂在同情这只焦急的母熊和对自身安全的恐惧之间挣扎。艾玛，我们需要帮助它，他说，声音略微颤抖。但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不被自己害死呢？我们必须等待野生动物服务部门。艾玛回答，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竖线的方向，那是最终救援的来源。我们不能这样接近它，太危险了。他们继续小心翼翼地后退，时刻关注着那只熊。紧张的气氛几乎让人难以忍受。他们身体里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随时准备在熊将注意力转回到他们身上时做出反应。艾玛的脑海中飞速转动，考虑各种可能性，并希望麻醉团队能尽快到达。最终，他们终于达到了一个安全距离。艾玛拿出望远镜，继续密切关注熊的情况。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熊的原始情感和它试图接触被困幼崽时的焦急动作，这是一幕令人心碎的景象。艾玛和马蒂对这只绝望的母熊深感同情。在等待的过程中，熊的咆哮变得更加零散，它的精力逐渐耗尽，暴风雪也对它造成了影响。它强壮的四肢开始感到疲惫。艾玛知道时间紧迫，他们必须在野生动物服务部门到达之前迅速行动，否则幼崽可能无法存活。马蒂在他身旁不安地移动。你觉得他看到幼崽安全后会平静下来吗？艾玛微微摇了摇头。他现在完全处于保护模式。很难说，我们需要给他麻醉，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一旦他冷静下来，我们可以挖出幼崽，确保他没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分钟都像是一个世纪。风再次加剧，将雪刮到他们的脸上，进一步模糊了视线。艾玛通过望远镜眯着眼睛，观察着熊的每一个动作，准备在团队到达时立即发出信号。他们知道不能在没有激怒熊的情况下接近它，但他们也不能让幼崽在雪下窒息。终于，雪地摩托的声音打破了紧张的气氛。野生动物服务部门赶到了，带来了麻醉剂和铲子。艾玛迅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情况。我们需要给他麻醉，以便接近他并挖出幼崽。一名官员说，装上一支麻醉针，但我们必须小心，如果射失了，可能会让他更加激动。艾玛点了点头，眼睛紧盯着熊。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要尽量做到最好。那名官员深吸一口气，稳住了瞄准，聚焦在熊身上。空气中充满了紧张感，每一秒钟都像是一个世纪。团队默默地注视着，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可见。那名官员缓慢地呼出一口气，扣动了扳机，随之而来的是一声轻微的哒哒声和尖锐的嘶嘶声，表明麻醉针已经射中，嵌入了熊厚厚的毛发中。熊惊讶地咆哮了一声，头迅速转向新的对手，眼中燃烧着愤怒。熊迈出一步，准备向他们冲过来。保持距离，艾玛警告道，声音平静但坚定。他们稳住脚步，知道任何突然的动作都可能进一步激怒熊。随着麻醉剂开始发挥作用，熊的步伐变得不稳，它的咆哮变得越来越虚弱，动作也逐渐缓慢。它摇晃着头，试图抵抗嗜睡感，但麻醉剂太强烈了。最终，它在雪中躺下，庞大的身体起伏着，沉入了深沉而平静的睡眠。艾玛和团队没有浪费一刻钟。好了，开始行动。艾玛指示道，拿起铲子，我们需要尽快把幼崽救出来。马蒂和其他官员
也加入了他们，铲子迅速而准确地切入雪中。铲雪的声音是唯一的噪音，每个人都默契地工作。雪很厚重，但肾上腺素让他们挖掘得更快。随着挖掘的深入，雪变得更紧实，更难挪动。艾玛的肌肉因过度用力而感到剧痛，但他没有减慢速度。他时不时瞥一眼母熊，确保它仍然处于麻醉状态，安静地休息。幼崽的生死取决于它们的速度。经过几分钟的疯狂挖掘，马蒂的铲子碰到了坚硬的东西。我找到了什么？他喊道。艾玛跪在他身旁，用手套轻轻刷去剩余的雪。在寒冷中，他发现了小小的颤抖的幼崽，闭着眼睛，身体虚弱，几乎没有动。艾玛轻声说道：“小心些。”他小心翼翼地将幼崽从雪中抬起，用保温毯将它裹紧，紧贴在胸前，以分享自己的体温。幼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这是生命的迹象，让艾玛感到了一丝安慰。我们救到了他。马蒂的声音充满了胜利和担忧的混合感。抱着安全的幼崽，艾玛和团队迅速远离了麻醉后的母熊。他们需要评估幼崽的状况，并确保在麻醉剂失效前它保持稳定。把它送到雪地摩托上，艾玛指示道：“我们需要让它温暖起来，检查有没有受伤。”马蒂和官员们开路，清理雪地中的通道。艾玛紧紧抱着幼崽，感受到他的身体在颤抖，这提醒他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命的脆弱。风在他们周围呼啸，但艾玛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怀中的小生命上。他们终于到达了雪地摩托，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一台小型便携式加热器。艾玛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放在加热器前，他的小身体开始慢慢变暖，幼崽的颤抖稍微减轻了，呼吸也变得更加规律。艾玛和马蒂交换了宽慰的眼神，但他们知道工作还没有完成。随着幼崽安全并开始恢复，团队将注意力转回到麻醉后的母熊身上。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它，监测它的生命体征，以确保它保持稳定。它的呼吸深而稳，脉搏强劲，表明它对麻醉剂的反应良好。我们需要给它时间自然醒来。艾玛说，检查熊的瞳孔是否有任何不适的迹象。我们会在附近观察他们俩。马蒂点了点头，把幼崽裹在另一层保温毯里，以增加温暖。小熊开始有更多的动作，它微弱的不安声音变成了轻柔满足的咕哝声。马蒂将幼崽抱在怀里，提供它恢复所需的温暖和舒适。随着时间的推移，母熊开始有了动静，它那庞大的爪子抽搐着，眼睛微微睁开，仍然沉重于麻醉剂的影响。艾玛向团队发出信号，他们都退到安全的距离，确保留下幼崽足够近，以便母熊能找到它。他们默默地观察着母熊慢慢恢复意识。最初，它的动作缓慢，但随着它摆脱麻醉剂的最后残留，它的感官逐渐变得敏锐。它嗅了嗅空气，那强大的鼻子捕捉到了幼崽的气味，发出低沉的喉音。母熊发现了裹在毯子中的幼崽，它向幼崽走去，步伐谨慎而急切。到达幼崽身边后，它用鼻子轻轻碰了碰它，眼中充满了担忧和释然。幼崽回应了一声柔和的咕哝声，紧贴着母亲。艾玛松了一口气，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屏住呼吸。看到母熊和幼崽团聚的景象，让她充满了释然和喜悦。我们成功了，她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他们所有人曾经感受到的紧张。他们会没事的。团队静静地观察，给熊一家留出空间重新连接。母熊继续用鼻子蹭着幼崽，检查是否有任何伤害的迹象。在确认幼崽安全后，它躺在幼崽身旁，
为它提供温暖和保护。马蒂露出微笑，眼中闪烁着情感的光芒。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他们之间的纽带。艾玛点了点头，心中充满了对他们所做工作的自豪感。是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的原因，即使只是为了这样一个瞬间。艾玛给野生动物服务部门打了电话，报告了成功救援的情况，并表达了对他们迅速响应的感激之情。然后他转向马蒂，熊还没有脱离危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让人们更加震惊。我们需要引导他们走向更安全的地方，一旦他们准备好移动。艾玛说，有可能他们会朝着东边的不稳定冰面前进，这将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我们必须将熊引导到安全的地方，否则我们的救援任务将毫无意义。马蒂点了点头，理解了接下来任务的重要性。我会和野生动物官员协调，我们需要确保他们有一条清晰安全的路径。艾玛、马蒂和野生动物官员聚在一起，研究区域的地图。他们标出了周兵的所在位置，并规划了一条将熊从危险区域引开的路线。我们会用信号弹和声音来轻轻引导他们走正确的方向，一位官员建议道。但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想吓到他们。艾玛同意了，我们要慢慢行动，保持安全距离。我们会监测他们的移动，并根据需要调整我们的策略。当他们完成规划时，脚下的地面突然颤动。艾玛和马蒂对视了一眼，眼中充满了惊恐。这不妙，马蒂喃喃道，感觉到脚下的震动，是什么引起的？艾玛的脑海里飞速转动。这个区域的冰面是稳定的，但如果熊向东移动，那里冰面较薄，更容易发生位移，它们可能会面临严重危险。母熊和它的幼崽开始躁动，感受到震动和空气中的紧张气氛。艾玛看着母熊推了推它的幼崽，鼓励它站起来。它们开始移动。让艾玛感到沮丧的是，它们正朝东走去。我们必须阻止它们，艾玛急切地说。它们正直奔不稳定的冰面。团队迅速行动，野生动物官员拿起信号弹和噪音器，准备将熊引离危险。艾玛和马蒂带头，快速而小心地前进，知道任何突然的动作可能会吓到熊，使情况更加恶化。当他们接近熊时，艾玛向团队示意，他们分开形成一个松散的半圆形，引导动物远离东边。官员们点燃了信号弹，明亮的光线在雪地上投下阴森的影子，并发出柔和、持续的声音来引导熊。母熊停下来，用眼睛扫描人类。艾玛担心它可能会发起攻击，但随后这只熊转过身来，推动幼崽跟上。它们开始朝着希望的方向移动，远离不稳定的冰面。当它们开始取得进展时，地面再次剧烈颤动。这次，一声巨响在空气中回荡，脚下的冰面开始移动。现在动！艾玛大喊，她的声音在混乱中穿透开来。团队急忙行动，试图保持阵型，同时确保自身安全。熊犹豫了，对噪音和震动的地面感到困惑。艾玛知道他们必须迅速行动，他从一位官员那里拿起信号弹，跑向熊群，挥舞着信号弹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快，这边！他急切地喊道，声音充满紧迫感。母熊的目光锁定在信号弹上，开始跟随艾玛，幼崽紧随其后。马蒂和官员们继续引导熊群，用噪音器保持它们朝正确的方向移动。地面再次震动，但他们坚定地向前推进，决心将熊引到安全地带。在经历了似乎无尽的时间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稳定的冰面。熊群减慢了速度，母熊用头蹭了蹭幼崽以安抚它。
艾玛和团队停下了，他们的呼吸因劳累和寒冷而急促。我们成功了，马蒂说，声音中充满了松了一口气的感慨。我们把他们带到了安全地方。艾玛点了点头，观察着熊群在稳定的冰面上安顿下来，给他们一些空间。他说，他们今天经历了太多，团队撤退了，保持安全距离，同时继续观察熊群。母熊躺下，幼崽靠近它取暖。艾玛感到一阵释然，知道他们避免了一场灾难。随着太阳开始落山，给被雪覆盖的景色洒上金色的光辉。艾玛和马蒂反思了当天的事件，他们面对了危险和不确定性，但他们的决心和团队合作改变了局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艾玛柔声说，目光投向熊群，保护和保存这些壮丽的生物。马蒂微笑着，心中充满了自豪，以及提醒我们自己，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也能有所作为。当他们收拾好装备，准备返回基地时，艾玛最后看了一眼熊家族。母熊抬起头，与艾玛对视了一会儿，彼此之间有一种无声的理解，意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艾玛和马蒂登上了雪地摩托，发动机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他们驾车离去，把母熊和它的幼崽留在了他们平静的新安全区。看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